这个女人被称为最强公关，专门帮助财界大佬清洗不良新闻报道。这位女总裁今天又发作了，她不只是对司机拳打脚踢，还对员工大声斥责。这一行径被人有意揭露，立刻登上了各大社交媒体热搜榜首。道喜看到这些新闻，不由得也觉得头疼。突然，更衣室里传出尖叫声，原来这位女总裁又在欺负员工。黄道喜见状急忙上前制止，只是因为一个女孩在给她染发时不小心打了个喷嚏，打扰了她。为了保护自己的员工，黄道喜让她先离开，并承诺这次的常务会议在检察院绝不会有任何失误，这才让那位发怒的女总裁平息下来。不久之后，记者们已经把检察院门前围得水泄不通。在欺压员工的舆论风波之后，大量民众上街要求他下台。面对记者们各种提问，因常务站稳后开始回答。他首先给大家鞠了一身躬。黄道喜早就安排了自己的人混入记者队伍，在领导的示意下，他们将摄像头对准了常务的装扮，连鞋子和包包还有领带都记录了下来，就连头顶的一片小海洋也没有错过。这些照片资料将成为日后为常务洗白的证据。突然，一位记者的尖锐问题彻底激怒了常务。有传言他患有愤怒调节失调症，在这种严重的精神状况下，他是否还能妥善管理公司引起了疑问。道喜见常务快要控制不住自己，赶紧上前介入，可是记者的追问让他彻底失去了耐心。他的怒火还没来得及爆发，脸上就挨了一颗鸡蛋。面对群众爆发的愤怒，员工们连忙护送常务离开。在推搡中，黄道喜的名牌高跟鞋被踩掉，一位男士捡起了鞋子，心里显然在酝酿着什么计划。审讯室内，黄道喜换上了新鞋，员工向他汇报工作情况。原来刚才的那些拍摄就是为了这一刻，所有这些都是尚未上市的时尚新品，在公关团队巧妙包装下，已经成功吸引了大众眼球。道喜只是旗下服装店铺开始销售这些新品，然后逐步推出更多新闻，用来转移网友们的注意力。当检察官抵达后，道喜保证会给出充足的理由以及相应的报酬，以防止对因常务提起诉讼。不一会儿，助手们就将挤奶器摆在常务面前，在道喜的指示下，旁边的工作人员开始操作，还有人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幕。道喜将照片发回总部，并开始策划舆论导向。就这样，在各种新闻报道的轰炸下，关于常务患有狂躁症并欺压员工的事情，经过黄道喜的公关策略处理，已经慢慢的退出了公众视线。针对这一事件，因常务的丈夫特地从国外赶回，他此次回国的行动也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。由于他领导的福利财团持续进行公益慈善活动，因此声誉甚好，也被家族看作是下一任市长的有力候选人。在媒体面前，他也积极回应了妻子的事件，承担起了所有责任，表示是因为自己过于投入在公益事业上的精力，而忽略了妻子的心理健康。董事长非常看好这位女婿，因为他有2个女儿，大女儿只懂得挥霍，整日与男星纸醉金迷，小女儿虽帮忙管理公司，却无法掌控自己的情绪，唯独这位女婿是最可靠的。这时，因常务气势汹汹地赶了过来，对吴道喜的问候选择了直接忽略，到了丈夫面前，不说二话，便把手中的包包砸了过去。常务因为过度咆哮，气不过来而晕厥了。女精英刚步出公司大门，眼前的一切如同电影般荒诞，路过的车辆因意外坠落的女子而损毁。黄道喜对这突如其来的场景难以置信，刚才还在与他交谈的女员工，转眼间便命丧黄泉。就在昨天夜里，百里氏满面忧愁地邀请黄道喜外出谈事，说他似乎受到了某种威胁。黄道喜审视着手机中的信息，显然是某个下属自愿现身，接着编造性侵谎言，以此敲诈的行径。那是在一次出差中，他们在酒店时，那女子试图以各种方式向百里氏示好，想要进入他的房间，借口研究坤字的书写。他满怀期待地站在门外，未曾料想到百里氏竟然拒绝了，并告诉他以后无需再跟随。遭拒之后，他感到极为羞愧，为了挽回面子和工作，他发信息威胁百里氏，说要将性侵的消息公开给媒体。黄道喜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他希望百里氏告知真相，这样他才能妥善处理此事。男人坦诚却曾心动片刻，但最终还是坚守了底线，甚至以子女的生命发誓。黄道喜这才相信了他的话。次日，黄道喜一回到公司，便召见了那位女下属。简短寒暄后，他关闭了窗帘，防止外人窥视办公室内的情况。黄道喜询问他是否在出差期间遭遇了不幸，女下属含泪点头。她说当时百里氏想吃面，因此他去了对方的房间，未料到对方突然强行与他探讨坤字的书写，但他悲情的样子并未打动黄道喜。黄道喜将短信内容摆在他面前，女下属看到短信后双眼瞪大，震惊不已。他坚称自己从未发送过那样的信息，他还想要辩解，但被黄道喜打断了。昨夜得知此事后，他仔细调查了面前这个女人的一切，发觉她曾为了生计陪酒，操纵男性对她俯首称臣，似乎轻而易举。但下属辩解，那不过是为了学费而做的暑假工，而且是在一家普通的酒吧里。了解了这些后，道喜对他的罪行已有定论，不惜以身相许，只为了爬上更高的位置。这一系列都是他精心策划的一场戏，没有给他任何辩解的机会。女下属坚称自己从未想过要威胁谁，也没那个勇气去向媒体爆料。道喜愤怒地反驳说，他自然不敢了，因为他捏造了威胁别人的事实。女人沉默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道喜却误以为他默认了这一切，让他离开了公司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。女人却跪了下来，请求忘记这一切，希望能保住工作，却得到了道喜更冷酷的拒绝。当他离开办公室后，道喜正准备去见会长，手机里却收到了这位女下属的邮件，他并没放在心上，
以为只是女下属试图挽回工作的一番言辞。正当他走出门口，那位刚被解雇的下属从楼上坠下，巨大的撞击声让道喜吓得跌坐在地。等他定神看清跳楼的女人时，头脑一片空白。他注意到女人手中掉落的一个纽扣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盯着死在自己面前的女人，许久无法从震惊中回过神来。最后是同事搀扶着他才站起身，回到办公室，打开了那封女下属刚发的邮件。阅读完邮件中的所有内容，他的目光落在了那颗袖扣上。道喜无法接受眼前的一切，感到崩溃。在整理清楚事情真相后，他找到了百里氏，以了解情况为由，想要再次确认短信的内容，便打开手机让他查看。道喜心中纠结不已，拨打了那条短信的发送号码，却听到铃声从李氏的外套里传出。在这一刻，所有的谎言都破灭了。他在男人堆里算是个靠女人养的高手，为了在权贵家族里站稳脚跟，竟然娶了一个患有躁郁症的妻子。他管理着集团下属的公益公司，领导着公司开展长期的非盈利公益活动，因此在外界享有极佳的声誉，甚至成为下一届市长的热门候选人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侵犯了一名女下属，被黄道喜揭发之后，他的真实面目才开始露出来。黄道喜离开之后，来到了那名下属跳楼的大厦顶端，想到是因为自己的误会让他选择绝路，脑海中全是他绝望的身影，心情无法平复。自己守护集团长达15年，期间所有的风波和困难都在他的守护下，对外塑造了一副正义的形象，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殷氏家族，却没想到得到的是土狗的称呼。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心中不由得一惊。就在昨天，有个男子拿着鞋来找他，原因是银星集团旗下的百货公司一下子裁掉了200多名员工。那人在银星百货的天台上告诉黄道喜，一位人权律师浩静书正在高空抗议已经2个月了，为了为被裁员工争取权益。吴道喜回办公室看了相关报道，没想到已经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。正逢集团成立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，这样的事件发生了，会长非常愤怒，命令黄道喜不计代价解决问题，绝不能让此事损害到集团的利益。此刻浩静书仍在直播，煽动公众情绪。黄道喜已经上到天台找到了他，好言相劝和利诱都没有效果，对方甚至泼出了一盆污物。黄道喜决定依会长的方法处理此事，把人从天台拉下，命令手下确保安全，不让信息泄露，绝不允许有关此次行动的消息外泄。想到这里，他立刻给手下打电话，让他们撤走百货公司的人，集团不能再有第二起悲剧发生了。因常务突然接过了电话，对黄道喜说这边的事情由他来处理，叫黄道喜不必担心，他已经安排人手前往百货公司。那个给黄道喜送鞋的年轻人察觉了动静，他似乎猜到了银星集团的计划，叮嘱朋友要记录下所有发生的情况。于是他单枪匹马赶往大楼。吴静书在楼顶感受到下面人群的抗议声，背后突然出现的黑衣人让他惊恐。黑衣人逼近，他感到越来越紧张，手机信号突然消失了。吴静书以跳楼相威胁，要他们不要靠近。黑衣人暂时停止了前进。这时候黄道喜也登上了天台，他急忙叫黑衣人停下，告诉吴静书不要做傻事，快下来。吴静书却误会是黄道喜带来了这群人，他以为黄道喜是来抓他的。吴静书不愿意按黄道喜的意思行事，双方陷入了僵持。就在这时，一名黑衣人下达了动手的命令，黄道喜急忙将他们阻止。他宣称自己是这里的主管，严令不许任何人动手，但已有人偷偷靠近吴静书。收到信号的那人正准备动手将吴静书拽下，黄道喜立刻发现了他，二人开始扭打。周围其他人见状也开始行动。丈母娘愤怒地打了女婿一个耳光，因为他强迫下属研究昆字写法被抓包，导致女下属不幸坠楼身亡。他还打算撤换效力集团15年的黄道喜，因为他意识到利用完黄道喜后，他不会再为他卖命。会长为了女婿的市长竞选，叫黄道喜出面，他以为黄道喜会为女婿的行为感到羞愧，没想到黄道喜却让他不要再提这事。会长认为女婿是位能干大事的人，小错不应被放大，把他当作释放压力的方式，让黄道喜试着理解。但黄道喜不同意会长的看法，这关乎一条人命，不是简单的犯错，而是犯罪。忠诚的部下竟然反对他，他感到非常震惊。那一刻，他无法置信。会长通过行动明确了自己的态度。道喜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跳了起来，他不接受道喜的劝告，反倒提出白载明对他怀恨在心，他要道喜去给他下跪认错，然后要尽一切办法支持他参选。他透露似乎有人正在取代道喜的位置，因为他不再信任道喜的能力，他不确定道喜是敌是友，他要道喜指导那些年轻人和他携手将女婿推上市长的宝座。这时部下带着猎犬回来了，狗嘴里叼着刚被射下的猎物。道喜看着猎物，想到了自己的境遇，他和那狗有什么两样呢？他守护殷氏家族15年的忠诚，现在看来像是个笑话。他做出了一个从未想过的决定。道喜决定离开这一切，他转身走了，将会长送的丝巾扔在了地上，这是他与殷氏家族决裂的象征。回到公司后，黄道喜收到了解雇通知，公司收回了给他的所有物品，甚至连退休金都不发给他。公司将那起跳楼事件的全部责任推到他头上。他本想去找会长理论，却意外遇到了自己的徒弟，他万万没想到会被徒弟背叛。国之言拿出了录音笔，里面记录着道喜与坠楼女员工的最后对话，用这个来威胁道喜不要披露内幕。道喜忍无可忍，他愤怒地甩了国之言一个耳光。国之言并未因此动怒，反而说是道喜教会了他这些手段，这耳光当作是对他多年培养的一种偿还。道喜曾倾尽全力为公司服务，投入了15年的心血，却换来了一场空。黄道喜彻底失望。
最终，他给徒弟留下一句箴言：贪婪会让他变成毒蛇，并且不只是这样。黄道喜的父亲患有肾病，却被赶出了 VIP 病房，院长还通知他，原定的移植手术被迫取消，理由是捐赠者退出了。但黄道喜明白，这都是他前东家的幕后黑手。为了父亲的生命，他不得不去求见会长。没想到会长竟然要求黄道喜在父亲葬礼时邀请他。会长说会送来花圈表哀悼。怀着复仇的心情，黄道喜找到了浩景书。原来之前的坠楼事件也是浩景书策划的，他早就在楼下安排好了气垫。经历了这场生死较量后，银星集团取消了裁员500人的计划，他因此赢得了民心，并顺利当选为市议员。道喜希望与浩景书联手拉倒白载明。明知会长支持下，白载明几乎已稳坐市长宝座。黄道喜将自己的遭遇以及白载明的情况告诉了浩景书。在第二天的酒会上，白载明为了争取浩景书的支持，毕恭毕敬的表现，却没料到浩景书会突然说出出人意料的话，讽刺他更响亮的宣传自己。听到接下来的几个字，白载明的脸色立刻苍白。看到他这个反应，黄道喜所说的似乎全是真的。尽管两人为此展开了激烈辩论，但在公众面前，白载明还是强作镇定，与浩景书握手，为的是向外界展示他们的和睦。所有人都以为浩景书已经站到了白载明这边，他却在媒体面前公然否认，声明自己不会支持他，并且撤销了加入的决定。就这样，黄道喜的复仇计划开始了。她是韩国最顶尖的女公关，无论对手多么狡猾，她总能让志在公众前成为正义的化身。她是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人权律师，为了捍卫民众权益，在天台绝食抗议3天3夜。他们因共同的理念结为同盟，无人希望城市落入无视生命的财团之手，因此他们开始了一场革新之战。黄道喜和浩景书策划着背后的大计。黄道喜决心要支持真正为民着想的浩景书，帮助他赢得市长宝座。尽管黄道喜已离开了集团，但他那15年公关界的经验不容小觑，他仍有能力搅动风云。终于迎来了浩景书的首次竞选演说，演讲铿锵有力，赢得了听众的阵阵喝彩。黄道喜巧妙编排视频，将浩景书为员工维权的片段穿插其中，视频迅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，此举更是被解读为财阀与百姓的对决。这次演讲，黄道喜特意安排在他前东家门前，会长只能在楼上无力地注视着这一切，愤怒之下也只能无可奈何。会长还能忍耐，但旁边的小女儿却因狂躁症暴躁难耐，还说就算叫上武装队，也要把下面那群人给驱散。在黄道喜的精心操作下，浩景书仅用半天时间就已崭露头角，成为市长热门人选。虽然排名最后，但第一步已经迈出成功。接下来，黄道喜将矛头指向支持率领先的徐敏婷，目标不仅仅是击败她，而是将她从竞争中彻底排除。这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。竞选市长关键在于3个要素：资金、组织和知名度。他们目前仅拥有知名度，因此黄道喜计划让徐敏婷出局，来获取她背后的资金和组织力量。一旦掌握了这3要素，他们就能真正与白载明一较高下。目标定下后，他们开始搜集徐敏婷的把柄，发现她频繁出入高级会所，购买昂贵奢侈品时毫不犹豫。而且他之所以50多岁都没有眼角纹和唇边纹，是因为他定期光顾高端美容院，在那美容院一次保养的费用足够一个普通家庭维持一生。他的消费水平让人怀疑他的钱从何而来。另一方面，会长为了与黄道喜一决高下，不惜重金从海外聘请名声显赫的选举专家卡伊尔。这位政坛巨擘已助多位政治家登上总统宝座。他的第一策略是建议白载明不要参与那2位女性的辩论，因为当画面出现2个女人时，另外的那个男人已然成为配角，参与辩论只会给自己招来不利。在这场较量中，黄道喜找到了徐敏婷的金主，发现他是支持徐敏婷连任多届的关键人物。为了拉拢他，黄道喜费尽心思获得了关键情报。这条消息对金主来说是全新的，他对黄道喜带来的内幕表示感谢。金主与徐敏婷见面后，直截了当地提出质疑，询问他是否为了政绩打算关闭化工厂。徐敏婷显然没预料到金主会知晓此事，尴尬之下，他用笑容掩饰，解释称这只是为了选举而做的姿态。市长选举结束后，他打算将案件交给自己的亲信处理，利用市长权力阻止法案通过。金主表示这些信息早该告诉他，如果徐敏婷还打算用他的钱竞选市长。出门后，徐敏婷愤怒地质问手下，这位狡猾的老人是如何得知此事。手下随即出示一张照片，照片里是金主与黄道喜共进晚餐的场面。辩论赛即将开始，在黄道喜的精心打造下，浩景书变身为一位形象端庄的女精英。他们即将进入全城关注的辩论赛。辩论赛前夕，徐敏婷的助手急匆匆闯入，黄道喜已经将掌握的信息制作成报道。报道对比了2位女性的消费行为，一方面是花费巨资保养的徐敏婷，另一方面是朴素为民服务的浩景书。网络上立刻引发了广泛讨论，浩景书的亲民形象赢得了人心。紧接着，2位女性候选人陆续走上讲台，一场无硝烟的较量即将展开。他们正为市长之位展开角逐。原本占据优势的徐议员，始料未及的因为一位男性提问者，使他的思绪瞬间一片空白，无法忘怀2人共言昆自绝的情景。这位男士正是徐议员的私生活丑闻主角。事实上，在辩论赛开始之前，黄道喜就已经找到了这位年轻人，这正是他此次较量的秘密武器。徐议员的智囊看出形势不妙，立刻要求暂停辩论。休息室中，徐议员想不到黄道喜为了打击他，竟不惜将这位年轻人也拉下水，不免感慨，认为黄道喜行为不耻，
双方再次回到辩论场，但徐议员回归后明显失了常态，浩景书逐渐占据了优势。时机成熟时，他果断使出最后一招，将束缚自己的紧身衣解下。现场观众无不感到震惊，黄道喜也没有预料到他会这样做。浩景书向大家阐述，市长不应该只是辩论表演，表面的花招不能真正改变市民的生活。他参选市长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守护首尔市免受财阀控制，真心实意地为市民服务。他承诺以最真实的自己来参加这次市长选举。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浩景书以简胜繁，以最真实的自己赢得了辩论。同时，白载明为自己的公益项目举办了新闻发布会。本应与妻子恩爱同框的他，没想到妻子突然离场，这更让媒体确信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。白载明对妻子的举动感到困惑，尤其是手术之后，她因不能生育而深感绝望，甚至不愿再见丈夫。她一度陷入了抑郁。白载明看着妻子的病情日益恶化，甚至表示愿意放弃竞选来陪伴她。他们虽然家财万贯，生活依旧充满艰辛，如果穷困家庭遇上这种困境，又该如何是好呢？因此，她坚决反对丈夫退出选举。她坚信，丈夫一旦成为市长，必然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，不会让他们再过这么苦的日子。军士在一旁观察着这一切，忍不住赞叹这位疯狂女子的演技。这一招正是她教给白载明的。在这场闹剧之后，她的丈夫形象必将赢得更多支持。白载明显得十分愧疚。果不其然，这对演艺界夫妇的故事被报道后，跻身韩国10大感动事件，一跃成为头条新闻。第二天，白载明深入基层，表面上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，可黄道喜早就识破了他的伎俩。实际上，银星集团觊觎着那块土地，这些天真的居民以为自己要发财了，不知道一旦项目完工，他们甚至可能会无家可归。黄道喜怎会坐视不理？记者们也知道该怎么报道。有识之士在电视前大声疾呼，揭露了财阀背后的阴谋。集团会长看到这些报道，不得不加快项目进度，立即召开发布会以澄清事实，并将重建许可证迅速颁布，工程绝不能因谣言而停滞。在发布会即将开始之际，黄道喜突然闯入现场，向副市长展示了一张照片，只需他轻轻一点发送，依黄道喜的手段，市长第二天必将不得不下台，让他在发布会上按照指示发言。市长在闪光灯前仔细权衡到底应该选择哪一边，最后他选择站在黄道喜这边，接下来却遭到了出人意料的打击。副市长在众媒体面前宣布，考虑到市民的担忧和关注，在新一任市长上任前不会颁发任何重建许可证，并且决定将颁发许可证的权利移交给下一任市长。银星集团的会议室里，重建项目现已被迫暂停，他们每天因此损失高达1韩币。海外投资者也开始撤回他们的资金。黄道喜的这一计谋终于重重地击中了会长的要害。黄道喜刚一回到办公室，会长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。韩国政坛的变态程度令人发指，一秒前还无情剪断女儿的秀发，下一秒却因女儿被欺凌的事哭泣求情。就在昨天，黄道喜揭露了徐议员的丑闻，其女儿竟在一所昂贵的音乐学校就读，仅学费每月就高达2000万韩币。这一曝光立刻激起了全国母亲的愤怒，甚至有人举牌抗议，要求他女儿退学。面对这场风波，徐议员不得不采取苦肉计。他宣称女儿是因为曾遭霸凌，音乐成了他唯一的慰藉。为了保护身心俱疲的女儿，他清楚这会成为自己政治生涯的阿喀琉斯之踵，但他觉得只能这么做，带着泪水恳求大家宽恕女儿。作为公民的仆人，徐议员承诺他的余生将致力于赎罪，同时为国家贡献力量。他的这番动人演说赢得了热烈的掌声。吴景书的团队在电视前观看这一幕，没想到对方这妖巧妙地解了围，他们不得不再寻找新的策略。徐议员的反击很快就到来。那天会长找到黄道喜，建议他现在就收手，他愿意既往不咎。谁知这场本是复仇的游戏，在与浩景书的深入交流后，黄道喜真心希望推荐他当市长，因此他拒绝了会长的和解提议。不久之后，白载明的谋士找到了徐议员，提出携手先解决吴景书的问题。为了显示诚意，他递给徐议员一张重要的牌。徐议员回去仔细研究白老头给的资料，意外发现浩景书挪用了女性联盟的资金，舆论随即沸腾。出其不意的攻势让吴景书的班底陷入了混乱，他坚称这完全是诬陷，自己从未有过这种行为。当黄道喜获悉这个消息，他先是稳住团队成员，告诉他们不要慌，等他回到公司后再来解决问题。电话一挂断，就接到了医院护士的紧急通知，说他的父亲不知去向。他不得不立刻赶往医院寻找。他的父亲被人用面包车带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。这计谋是白老头策划的，目的是为了拖延黄道喜处理舆论危机的时间。助理向他确认工作已经完成，预计晚上会把他父亲安全送回医院。黄道喜一到医院，他的手下就打来了电话，告诉他网上突然爆出了一堆负面新闻，这些都是针对吴议员的，几乎已经把他的贪污行为定性。黄道喜命令手下准备好资料和记者会，他解释自己的父亲发生了紧急情况，他承诺在新闻发布会开始前一定会赶回。黄道喜仔细搜查了医院的每一个角落，但都没有找到父亲的踪迹。被人遗弃之后，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在这片草原中徘徊，独自走到了唯一的公路上，一辆疾驰的货车撞上了他。远处的黄道喜感到心中一紧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。吴景书一行人抵达发布会现场，但却见到空空如也。
原来所有记者都被徐议员召集走了，她与浩景书的闺蜜突然一起出现在对方的发布会上，她正是浩景书后援团队的负责人，公款挪用的罪魁祸首正是她。徐议员掌握了这个把柄，以此要挟她在媒体面前将贪污的指责转嫁给浩景书，或许是出于对姐妹的内疚，她读声明读到一半便忍不住哭泣起来。浩景书在看着视频中的背叛，心里并没有愤怒，因为他相信对方一定是被逼无奈。为了探究背后的真相，他决心要面见那个女人，直接询问事情的真相。黄道喜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，当确认死者面容后，他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。白老头的计谋得逞，浩景书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已无翻身之地，但结局让人唏嘘。白老头未料到会发生这样的悲剧，会长遵守了与黄道喜的约定，只是人送去了花圈。白老头出现在殡仪馆，虽然曾多次交锋，却是第一次面对面。白老头称自己是他父亲朋友的朋友，两人沉浸在长时间的交谈中。白老头离开后，黄道喜站在一束风信子旁，那是他特别喜爱的花，香气扑鼻，高贵而优雅。但谁会送这样的花泥？旁人给他解答，原来是刚离开的白老头送的。他忽然有所领悟，白老头的话点醒了他。黄道喜冲出大门，只见白老头的车子驶过，他瘫坐在地，无力。愤怒的吼声表达他此刻的心情。那女人在发布会上泪流满面，因为她在众媒体面前诬陷了亲密姐妹的不实之词。浩景书目睹从小共同成长的华秀在发布会上发表对他的虚假指控，他感到愤怒，却更加困惑，于是守候在华秀家中2日，终于等到他露面。浩景书并未先发怒，反而关心他冰冷的双手，问询他的身体状况，这让华秀更感内疚。他向浩景书坦白了一切，承认是因私心，因儿子学费而动用了那笔钱。黄道喜处理完父亲葬礼，又重投工作团队，看到团队领袖归来，所有团队成员都在他的带领下重拾信心。可是浩景书目前的支持率并不理想，在连串负面报道的冲击下，支持率急剧下挫。但团队坚信道喜回归能够解决所有问题。谁知道浩景书当晚就找到了他，告诉他自己打算退出市长竞选，这让黄道喜难以置信。难道仅仅因为一个小误会，就要让整个团队前功尽弃吗？道喜不明白为什么姐妹的过失需要由浩景书来背负。如果真的要追究华秀的责任，他宁愿自己来承担一切，也不愿见到姐妹受到伤害。因此两人大吵了一场，愤然分开。次日，徐议员急忙找到他，告诉他金华秀试图自杀。这一刻，徐议员并不是真的担心，而是在考虑如何利用这个事件。紧接着就召集记者前往医院，表面上关心华秀的健康，实际上却是在作秀。浩景书和其他人则默默来到了病房，看着床上的华秀，责问他为什么要做出如此傻事。这种情况下，生命是如此珍贵。黄道喜见到两人几乎失散，体会到了刚失去亲人的痛苦，他突然理解了浩景书的心情。对于浩景书退出竞选的决定，他也开始接受，并支持了浩景书的选择。在记者会上，他面对媒体承诺将对挪用资金负全部责任。首尔市长选举变得扑朔迷离，播放的录音是徐议员与策划人的对话，揭露了他利用华秀制造新闻的计划。当大家听到这位女性的险恶用心，企图让华秀走投无路，她被怒火填满。黄道喜也赶到后台了解真相，这一切都是徐议员身边智囊的策划。徐议员怒斥智囊为何要这么做，他的所作所为让这场辅导连他的3年战略顾问都看不下去了。徐议员无法接受，崩溃地坐倒在地上。市长的宝座原本近在咫尺，却因为内部的破坏而付之东流，他感到痛苦和绝望。浩景书的逆转胜真是出乎白老头的意料，这件事反而让白载明开始怀疑老头的能力。他要求老头下次必须拿出更完善的计策。老头给出了新的建议，大多数人都渴望财富，只要能让百姓感受到财富增长，他们自然会给予你支持。第二天，白载明开始行动起来，他承诺一旦重建许可证下发，人人都能拥有自己的房产，就不再是梦想。而他白载明就是实现这一梦想的钥匙。就在此刻，有人掏出了一把小刀，在高高在上的白载明发表演讲时，他在鞠躬时被人狠狠地刺了一刀。市长竞选期间，拉票的议员头部被划伤，他的策划师肯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，把这起事件全都嫁祸于他的对手浩景书。因为袭击者曾在几年前得到过浩景书的帮助，其公关团队为了让罪犯和浩景书显得更为亲密，不惜通过 P 图进行造假，发布了一系列攻击性报道，让全网的网友们都误以为是浩景书指使的。浩景书的团队面对网络上满天飞的假消息，却没有慌乱，知道这些谎言经不起调查就会自然破灭。黄道喜决定从白载明的助理入手，他一年要换掉300多个助理，其中不少女性都受过他的伤害，只要说服其中一个站出来作证，其他的受害者也会跟着站出来。他们找到了所有受害者，但他们都害怕白载明背后的财团势力，只得将委屈深埋心底，不敢声张。看着白载明的支持率一路上升，他们感到无奈。相比之下，他们的资金实在有限。然后会长的大女儿找到了黄道喜，说是知道他们为了选举资金焦头烂额，自己可以帮他解决这个困难。因为他深知妹夫白载明是一个多可怕的恶魔，只要他当上了市长，其下一步肯定会把手伸到自己家，到时候他就一手遮天了。作为家中长女，他必须守护家族的利益。但黄道喜并没有鸟他，而是转身离开了。但心中有一个计划开始萌生。黄道喜盯着银星集团的监控视频，想从死去的乙熙身上着手。
他总觉得以西的死和白载明脱不了关系，因为他回到公司找到以前的小弟，想拿一下以西出事那天的监控，却被告知视频全被删掉了。道喜猜测其中肯定有猫腻，可是从集团对面的马路监控却看不到顶楼的画面。这时一名同事过来告诉道喜，他想从以西的遗物里看看有没有线索，没想到银星集团旗下员工的手机都被国之言拿走了。得知此事后，他们着重调查国之言，很快同事便传来好消息，他调查到白载明曾在凌晨前往国之言的公寓，独处了5个小时才离开。这不是在研究坤字诀，谁也不相信。黄道喜却说这个视频先不透露，这让众人都一头雾水，因为只有他知道这个国之言可能怀了白载明的宝宝。如果这件事一经曝光，就凭财阀家的尿性，第二天这个国之言就会人间蒸发，到时候以西死亡的真相就无从查证了。他必须找到白载明的犯罪证据后才能出这张牌，而白载明那边实在找不到吴景书的污点，于是便决定把目标放在他的儿子上，竟是市长候选人浩景书的儿子涉及，而被打的孩子受重伤进了医院。浩景书来到警局，没想到儿子的案件竟被移交到检察厅了，因为在施暴的视频中能清晰地看到他儿子拿着武器，一个装满玻璃瓶的袋子被砸向了受害者。这种使用凶器的特殊暴力行为被定性为杀人未遂，网络上甚至爆出其儿子曾对多名女同学进行性骚扰的消息，只是因为他是市长候选人的儿子，学校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。但浩景书确信这是栽赃嫁祸，他的儿子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。黄道喜建议要迅速查清此事，突然一个同事冲进来说性骚扰事件不是仙女做的，而是那些孩子自己，随即递给浩景书一部手机。当他看清楚手机上的图片，终于明白儿子为何会施暴，那是一张用 AI 技术合成的照片，将浩景书的脸 PS 上去，加之因为他竞选市长，许多人在他儿子的社交账号上留下恶意评论。这时徐议员的军师突然现身，向他们揭露了真相，原来这一切都是白载明他的团队收买了这些孩子，目的是让他儿子成为罪犯，这样浩景书就无法当选市长。他面对儿子告诉了他真相，浩景书说如果成为市长意味着牺牲儿子的未来，那他宁愿不当市长。没想到儿子却让他继续战斗，如果母亲放弃，会有更多孩子受到伤害，他必须要赢，只有取得胜利才能改变现状，阻止这些恶行。儿子的话给了浩景书力量，他决心要赢这场战斗。他们的反击即将开始。不久，白载明婚内出轨和有私生子的事，以及收买孩子来诬陷浩景书儿子的行为都被曝光了，这让浩景书的支持率超过了白载明。军师责问白载明为何没有告知自己这些事，白载明却将所有责任推给了白老头。如今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国之言手中，他不仅怀有孩子，也掌握着以西死亡的真相。国之言面对白载明的到来，原以为他会责备自己，没想到却被一把拥入怀中。白载明说要给他幸福，将国之言永远留在身边，还送给了他一双婴儿鞋。白载明第二天带着国之言出席了记者发布会，他诋毁希姐制造假新闻，并为国之言安排了假男友，让整个戏码更加逼真。国之言在发布会上解释这件事，网络上又爆出了新的视频新闻。视频显示白载明深夜访问助理的家，清晰地记录了他进入国之言的房间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离开，这让发布会的澄清显得苍白无力。助理因持续的打击在现场晕倒。事到如今，军师提议暗中解决助理的问题，但白载明更加冷酷无情，他不要偷偷摸摸，反而想让助理的死公之于众，以此栽赃浩景书，捏造新闻，在大选前给他致命一击。军师派人潜入助理家中，用助理的名义预定了2手车以及酒店房间，准备伪造助理自杀的假象。随后殷长务找到了国之言，国之言看到殷长务出现，了解了这些财阀的本性，但没想到殷长务说是来保护他，如果国之言死去，白载明就没有弱点，没人能控制他。为了活下去，国之言必须保护助理安全，甚至爆料自己是父亲私生女的事实，将2人对话录音给了他。这一番操作，国之言放下戒心，让彩玲办理出院手续。谁知助理一上车，国之言露出真面目，后悔已经无济于事，品树同样悔恨无用。希姐则准备大选底牌，是白载明贿赂高官的名单，关键时刻才能使出这张牌，才能一枪毙命。此时医院的新闻也传了过来，看着如此反常的一幕，希姐立刻明白对方是要杀了助理。黄道喜不想因为这次选举再死人了，立马打电话给正在外出的同事，让他连忙去阻止这一切。但此时国之言已经遭到毒手，挂断电话后便把此事告诉给吴景书，让他做好准备。市长大选的辩论开始，浩景书准备把底牌发出，没想到对方先一步亮了出来，说自己发现了一份造假名单，上面竟然写满自己贿赂的高官名字，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问题。白载明这招用得非常绝，浩景书若是在他之后同样拿出这份名单，那就显得太过无力了。就在这时，下面的人打断了他们，说是白载明的助理国之言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遗书，随后便把国之言的遗书投放在荧幕上。白载明看着里面的内容，声泪俱下的控诉吴景书竟然捏造虚假新闻，利用网络暴力逼死了他的员工，哪怕消息还没有被证实，还是给吴律师的竞选造成了巨大的打击，在大选拉票上完全无计可施。正当他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，殊不知黄道喜早已将助理给救下。助理质问黄道喜，之所以把他救下来，是不是同样想利用他，好让浩景书能成功当上市长。此时白载明的团队
还在用助理的死大做文章，对浩景书发起最后的总攻。他无力地开启了网络直播，做了最后的游说。他表示，如果这起悲剧源头是因为他和黄道喜的所作所为导致的，他会当场去接受处罚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助理的突然出现让竞选迎来了巨大的转机。他不仅承认了孩子的生父就是自载明，还说他想要将自己和孩子杀掉的事实。这一刻，在当事人的控诉下，白载明已然没有了翻盘的机会。这时死去的乙熙竟然打来了电话。他来到乙熙的墓前，黄道喜已经从国之言的手中拿到了乙熙的手机，让白载明在他面前真心忏悔。可他在满盘皆输的情况下，依然让黄道喜把手机给他，并承诺自己当上市长后少不了他的好处。毕竟乙熙的死和黄道喜也脱不了干系。看到他这个样子，黄道喜大笑了起来。殊不知黄道喜早已把录音公布到网上。那天在天台上，乙熙本想原谅他，只要他把自己做的事情公布于众，当着群众的面前向自己道歉，自载明又如何会对一个玩具道歉呢？并且自己还是要成为市长的人，为了永远保守这个秘密，他将乙熙推下了楼。但他却没有想到，对方早已开启了手机录音，将两人的对话一字不落地记录了下来。这段录音直接坐实了白载明杀人犯的身份。这一刻他疯了，揪着黄道喜怒骂。可希姐却又爆出了一则更为重磅的消息，他的军师就是害死他父亲的真凶。他一直就如跳梁小丑一般，被孙会长操纵在股掌之中。作为竞选失败后的弃子，又被暴露出了杀人的丑闻。还没等警方过来逮捕，孙会长就先一步派人将他处理了，死法就和他父亲一样，畏罪自杀。或许这就是因果报应吧。而提前退场的白老头却没有丝毫失败的感觉，他也只是为了弥补心中逼死载明父亲的罪恶，才一直坚定地守在他的身边。毕竟这次战败的原因是因为手中的棋子太弱了。第二天，吴律师成功当选市长。就在所有人都在庆祝的时候，还是那名冷面记者打断了氛围，爆出了浩景书团队在竞选的时候接受了银星集团的非法政治资金。吴景书表示根本没有这件事，黄道喜却从幕后走了出来，点头承认了这一切。原来在当初他就接受了会长大女儿的帮助，让他通过一个海外账号把资金转过来。那个账户是只有会长的亲属才能访问的秘密账户，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检方顺藤摸瓜调查孙会长秘密资金的流向。黄道喜之所以隐瞒浩景书，是怕他的政治生涯造成影响。休息室内，他向吴景书坦白了一切。等会儿他只要再发布会上表示自己毫不知情，这件事就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。黄道喜交代他要用自己递给他的剑用力挥舞。三人叫人，而吴景书在上任市长后的第二件事就是对银星集团发起攻击，直接剥夺了银星免税店90%的股权，把它转让给一家透明公开的民间企业，获得的分红全部返还给千家万户的首尔市民。吃了大亏的孙会长还想威胁辛苦的浩市长，想将他变成财阀家的玩物。但这个女王可是黄道喜一手打造出来的。虽然希姐因为非法吸金之事已经入狱，但她留下银星集团的犯罪资料，就足够吴市长击败孙会长。大女儿在继承了母亲的位置以后，顺利的和浩市长完成了股权的交接，也终于不用在母亲的控制下生活。黄道喜在监狱里看着浩市长的报道，整座首尔市越来越好，这盛世如你所愿。